嫂嫂，文州，你现在官拜首辅，一切要多加小心。我是婉婉养大的，从小到大，文州可有让婉婉失望过？没有，文州一直都很好。那婉婉嫁给我好不好？你别这样，我现在还是你名义上的嫂嫂，这件事还是要从长计议。婉婉只是答应了。别闹了，快去上朝啊！如果我今天求了皇上同意我们成亲，今夜我宿在婉婉的房间，可好？你个登徒子！嫂子先等着，等我下朝回来给你带好消息，让你做我谢文州堂堂正正的首辅夫人。石门庆，我嫁给谢家长子谢文静为妾，还没来得及拜堂成亲，谢文静就和公公谢玄上了战场。2年后，边宫传来噩耗，说公公和夫君犯了军规，害得我军惨败，两人死在战场上，而谢家满门落罪，被贬为庶女。中了！二少爷中了！这8年来，我操持着这个家，抚养小叔，让他14岁中进士，16岁中状元，为夫君和公公翻案。一晃又过了5年，小叔在朝中已经官拜首辅，而我也算是功成身就，以后可以安心过好日子了。夫人出大事了，将军回来了。你说谁回来了？就是10年前死在战场上的将军谢文静，您的丈夫。你真的是我的妾儿，你还活着？是，母亲，我还活着。老天保佑，让我儿终于回来了。母亲，儿子回来了，以后我好好孝敬你。母亲，这是我的妻子凌霜，这是我们的孩子墨儿。墨儿，快叫祖母。这是我的大孙子。祖母好，我是墨儿。墨儿已经5岁了。祖宗保佑，老谢家有后了。母亲，我听文静说，他10年前曾娶过一名妻子，叫苏婉，虽然没有拜堂成亲，但依然是文静哥的妻子，可否请他出来见见？母亲。母亲，他是谁？母亲，这位可是2弟娶的妻子，他不是没成亲吗？他就是苏婉。苏婉？他是苏婉？想不到10年过去了，他竟出落成这般仙姿玉容。不是说她只是一个出身7品小官之家，平平无奇的庶女吗？婉婉，文静回来了，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，也是你的福气。以后啊，你不用独守空房了。姐姐，墨儿，快过来。墨儿，快叫母亲。母亲。苏婉，这是林霜，我在边关的妻子。墨儿是我们的孩子。将军既在京中娶我为妻，在边关的就不叫娶妻，叫纳妾。苏婉，我和林霜在边关历尽生死，我们的感情不一样。她不是你这样的女子，她是保家卫国的女将军，不介于内战之争，也不会和你争执，你又何必这样对她？将军多虑了，我只是在说事实。总之，双儿不是妾。那将军打算如何处置呢？双儿和你一样，都是我的妻，我娶她做平妻，只是我们的感情不一样。她为我生了墨儿，以后你内宅那些阴损手段，不许用在她身上。哎，姐姐，我和文静哥在边关这些年一起出生入死，感情自然是要深厚一些。但我堂堂一女将军，所追求的自然是不同。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我不会和你争抢，我会劝文静哥对你好一些。那我倒是还要谢谢你啊。我和文静哥在边关立下战功，他官封4品，我为5品女将军。以后我和文静哥来支撑着谢府，姐姐在内院享福便可。至于要不要谢我，就要看姐姐的良心了。你这样的内宅女子，就算有几分姿色，又如何能跟我比？文静哥只会爱我。
谢文静，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当初在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你活着回来？公公呢？是啊，文静，你父亲呢？母亲，当初我和父亲领兵上阵杀敌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被敌军的大军冲散了。是父亲掩护我撤退，我掉到河中，侥幸逃亡。那你父亲呢？父亲死在了敌军的刀剑之下，尸骨无存。那你活下来之后呢？是凌霜救了我的命。我在边关边养伤边调查军中之事，想为我和父亲洗刷冤屈。抱歉，母亲，我没能救下父亲。你能活着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皇上发现冤枉了我们父子，为我们平反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在边关保家卫国，上阵杀敌，为谢家重振家业。皇上自己发现，为了给谢家洗刷冤屈，我和文州苦苦熬了8年，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。姐姐这种内院享福之人，自然是不会知道那种艰苦。既然你没死，为什么不捎口信回来？你不知道这对谢家有多重要吗？边关之事，岂是你一个妇人能懂的？贪生怕死，怕被问罪，便不敢让外界知道还活着。现在谢家发达了，就赶着回来了。谢文静，你真是让人失望。人回来了就好，以前的事情啊，不要追究了啊。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母亲，我还有事，就先去忙了。母亲，你看他什么态度？这10年，婉婉能操持这个家也不容易。先不说了，我的大孙子也累了，你们先去安顿吧。这苏婉好大的脾气。老夫人把人安排到哪儿了？禀夫人，安排在了西院。不过奴婢打听到，那位林夫人听说您住在主院，就跟将军说也要搬到主院来。派人看好他们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们踏入我的院子半步。是。他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偏偏现在回来。文州，你怎么可以私闯我的卧房？叶文静回来了，嫂嫂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？文州，你冷静一点。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冷静，唯独这件事情我冷静不了。今天在御书房已经求皇上同意我娶你了，偏偏这个时候他回来了。是啊，谢文静竟然活着回来了。其他事我都可以答应你，你让我去死都行，但你答应过我要嫁给我，你不能不要我。谁阻止我们在一起，我就除掉谁。文州，你要干什么？嫂嫂，我是不是太没人性，吓到你了？这10年来，你想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就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可唯独你没说过，你爱的人是什么样的。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那样子。文州很好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早就被那帮贼人侵犯了。你一个罪臣遗孀，老子看得上，那是你的福气。你别过来！竟然敢咬我！你们都一起上，别把人弄死！为什么卖到军营里当军妓？我绝对不会让嫂嫂再受到一丝伤害。夫人，将军闯进来了，他一定要见您。走，从后门走，别被人发现。嫂嫂，把我支走，让他进来吧，然后我们夫妻。谢文州，我和谢文静是没有可能的，我不爱他，我只是想一个万全之策，可以让我们好好过生活。你忘了我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忘不了，也不敢忘。夫人，夫人，告诉将军，我先睡了，让他先回去。他若不肯，直接动手。是夫人。对不起，明明是你比较委屈，比较难过，我还让你不高兴。
知道你还这么对我，我也为难我。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你了。这几年，我们生死相依，我只有你，可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你。我害怕你做回谢大夫人，害怕你做回谢文静的妻子。文正，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娶我？是，我这些年所学的权谋阴诡之术，读书，我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的人生毫无意义。眼下皇上病重，我们如果不多加小心，定会万劫不复。你只要记住，我在乎的只有你。我谢文州想要得到的，不管使用什么手段，都能得到。这是我夫人的院子，我是这个院子的主子。本将军要见自己的夫人，你们这些狗奴才也敢拦着？都给我滚！你脖子怎么了？狗咬的，过敏。我帮你看看。不用，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我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进入我的院子半步。你们都死了吗？苏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把你的夫君赶走吗？夫君？谢文静，谢家落败，满门被贬为庶民的时候，被那么多百姓迁怒殴打，我的夫君在哪呢？谢家女眷被卖、被玷污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谢家全家上街乞讨，只求一口活命的食物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呢？我苏婉的夫君，早在8年前就已经死了，把他扔出去。你。夫人恕罪，院子里的大门是开着的，奴婢们来不及阻挠将军，让他闯了进来。谢文州进门不上锁的坏毛病，还是改不了。下次不要再这样了。是。母亲，谢家落难，过得很难吗？是啊，很难。要不是婉婉撑着我们这一家，估计都活不下来。竟真的有这么难吗？就算如此，姐姐也不应该这样对文静哥。哪家做夫人的有这样对夫君的？文静啊，你有10年没有回来了，这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你和婉婉的事得慢慢来。老夫人竟然偏袒着苏婉，我得尽快将掌家权夺过来，完成太子交给我的任务。母亲，再难，能有在战场上难吗？文静哥是4品将军，他这么做，把文静哥和谢府的面子置于何处？内宅夫人，我真是小肚鸡肠。这件事我会去跟婉婉说的。婉婉这些年也不容易，你突然，女人都需要耐心哄才行。老夫人、林夫人、大爷，苏夫人又出门去了。母亲，他昨日那样对夫君，不第一时间来给他道歉，居然还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谁家做主母的是他这样的？苏婉，是我太惯着他了。母亲，内宅夫人果然就是爱使小性子，如何能成事？如果姐姐忙的话，其实我也可以帮忙1、2的。是啊，母亲，双儿是能够带兵攻城的女将军，管家自然不在话下，有她管家，我想必能是让家宅更加安宁。分了他苏婉的管家权，看他还怎么跟我嚣张，他一定会哭着求我。是啊，母亲，我和文静哥夫妻一条心，之前能在战场上里应外合，百战百胜，我能替他管家，定也能让谢家家宅更加兴旺。双儿已经给文静生下木儿，他和文静是一条心，谢家只有掌握在文静一方手中，才算是真正的谢家。母亲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也行，有双儿帮着婉婉分忧，他也轻松些。回头我跟他说说。多谢母亲，儿媳定不会让你失望。静儿，回头你多哄哄婉婉，最好让她给你生个1儿半女。有了孩子，到时候她定什么都听你的。母亲，你信母亲？如果生孩子是为了控制住苏婉也行，等我长了家，她苏婉便只能在我手下讨生活。今天府里情况怎么样？昨夜的事，今天一早，大爷和林夫人就闹到了老夫人那里去。大爷昨天摔伤了胳膊，老夫人抱着他抹了半天眼泪，耳啊肉啊的，心疼的不得了。老夫人这么心疼？是啊，不仅心疼大爷，还心疼那位小长孙。今天一早就接他到院中去玩，还说要请青山院长收谢幕为弟子，教他读书呢。他真是好福气啊！请青山院长？
说来也奇怪，同样是亲生的，老夫人对二爷好像一直很生疏，反而对那位死了10年的大爷和小长孙是真的亲。一个娘生的，怎会如此亲疏有别？该不会谢文州不是老夫人亲生的？石珠，你有空帮我去一趟谢家老宅，帮我查查老夫人她那一辈和二爷的关系。是。夫人，老夫人来了。让老夫人进来，你们都出去吧。婉婉，你昨晚和文静闹别扭的事情，母亲都已经知道了。这些年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如此便好。你和文静始终是夫妻，你们分开10年，生分是自然的，以后日子好好相处，感情就有了。母亲的意思是，母亲不想让你太孤单、太辛苦了。以后有文静陪着你，日子会更好过。要是再生个孩子，你这院子就更热闹了。母亲让我跟文静生孩子。母亲让我跟文静生孩子。是啊，你们是夫妻，有个孩子自然是最好的。母亲以前甚至暗示过让我和谢文州在一起，现在竟然让我给谢文静生孩子。苏婉，就凭你和谢文州那毛头小子，还想为谢家翻案？老子先玩玩你，再把你扔到我军营里去！滚开，放开我！你敢以身入局，老子让你有来无回！文州，文州，嫂嫂别怕，我来了。婉婉这是……母亲，婉婉，她被人下药了。她以身入局，才让我们谢家沉冤得雪。她对我们谢家的恩情大于天，所以还请母亲对此事保密。你带婉婉走吧。她虽然是你嫂子，但是她和你大哥还没有拜过堂，还是清白的。母亲，你大哥已经死了很多年了，你们俩就算在一起也不为过。婉婉，婉婉，婉婉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还是婉婉有什么想法？没，就是他已经死了10年了，我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凌霜是朝中的女将军，声名在外，文武双全，有这样一个夫人，对谢家来说也是极好的。有她为你分忧，以后的日子会更好过。母亲的意思是，让凌霜帮着你管家，她能管就管，不能管你自己管也行。好，我回头就让人把仓库的钥匙都给他。婉婉一直是最懂事的，那母亲就不打扰你了。你忙。恭送母亲，竟把主意都打到我身上来了。谢文州，你怎么都不通报一声，直接来了？要是让母亲看到……你真的要给谢文静生孩子？你觉得有可能吗？有，嫂嫂，这符合你的利益目标。自己生个儿子，继承自己的家产，给你养老。谢文州，我在你心里是这种人吗？嫂嫂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谢文州，你放开我！嫂嫂，你以前说过会把我当儿子养，让我给你养老。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孩子，我也太年轻了，我们都不懂事。谢文州，你别……所以嫂嫂也是想生个儿子。你不喜欢大哥，不想跟他生，会考虑让我效劳吗？所以首府大人愿意吗？你真打算跟我玩一出小叔子偷情生子的戏码吗？想想都刺激。所以你愿不愿意啊？你真打算让我一辈子当见不得人的情夫吗？首府大人可愿意？不，我不愿意。我要你作为谢文州的妻子。你做不到，我会用我的办法。我真是疯了才会那样做。什么？放着康庄大道不走，
我为什么要走那些阴险泥泞的小路呢？嫂子的意思是，我们之前被人冤枉，被人踩在阴沟里，我们面对的都是坚定的小人，并且十分强大，可以使用手段。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。可是我觉得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他谢文静当初没死，为什么不回来和你一起面对？他才是那个最知情的人。好，他选择装死，还另外娶妻生子，他现在就不应该回来。他现在就不应该回来。这是我跟他的婚事，是私事，在外人眼里，他谢文静并没有犯什么大过错，他跟林霜找个理由就可以糊弄过去。对付这无情无义之人，用什么手段都不为过。我要跟他堂堂正正的解除婚姻，我们要堂堂正正的活在京中。嫂嫂，文州，在别人眼里，你可以是备受争议的权臣，但是在皇上、在百姓眼里，你一定要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好臣子。听嫂嫂的。下次不许动手动脚了，疼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帮你揉揉。不用了，以后不许再这样。那也是嫂嫂让文州过激了。嫂嫂最是知道怎么拿捏文州，嫂嫂想要文州怎么做，你怎么做就好了。我真的好害怕你做出别的选择，惹起文州。你不是最懂我了吗？如果要做选择的话，你肯定是我最好的选择。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让你查的事怎么样了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和嫂嫂真是心有灵犀。油腔滑调，你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。林霜的母亲是前兵部尚书杨尚书的庶妹杨氏，就是5年前我们翻案对付杨尚书时，暗中帮助我们的杨氏。是，这他也算是出身英烈了。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8年前，林霜就已经在战场上，他是个传讯小兵，给我父亲传假讯的人就是他。什么？这个凌霜女将军在战场上立功不多，她升得这么快，一定有问题。继续查下去。文州，听嫂嫂的。你觉得他们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，是什么目的？嫂嫂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林夫人，不报备就进我的房间，这就是你的教养。你就凭你，本将军的礼，岂是你能受？找死！二弟，这件事我们去前厅说。好，那我们就当着母亲的面一起说，免得又说我冤枉你。二弟身上怎么会有苏婉身上的香味？这怎么可能？母亲，苏氏答应让我管账管家，却只给我空账本，库房也是空的。苏婉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不要用你后宅的阴鬼手段用在双儿身上，你竟然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林将军要帮谢将军管家，我交给他便是。当着母亲的面撒谎，这账本分明就是空的，库房也是，除了灰尘什么也没有。母亲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10年来都是婉婉管家的。当时我进入谢家，谢家早已是入不敷出的状态，是我拿嫁妆补贴。8年前，父亲在战场上蒙冤，谢家早已落败。现在这库房算下来，早已没有你谢文静的东西了。可这偌大的谢府，还有你们母亲穿的锦衣奢服，每日的珍馐美食，这1日1000金的花费，还有你苏婉头上的发饰，都价值1000金，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？林将军觉得是哪来的呢？哼，难道都是小叔的？林将军真是抬举我了。我刚当上首辅，那点俸禄去打点官场的关系还不够，更何况支付府上的花销。
更遑论当年为洗刷父兄冤屈所造成的巨额花费。什么？文静和公公的冤屈是你们洗刷的？是你们为我和父亲翻了案。父亲和兄长，一个五品将军，一个7品小将，要不是我们，谁会记得你们，给你们洗刷冤屈？否则我谢家到现在还是罪臣之家。你以为你们2人回京还能这么风光？原来是二弟为我和父亲洗刷了冤屈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我哪有这能耐，全是婉婉的功劳。原来是婉婉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内宅女子！二弟，你要是想维护她，也不用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在她头上。供养谢家，为父兄洗刷冤屈，都是婉婉的功劳。是婉婉，多谢婉婉，以后我会加倍补偿。不用了，母亲知道的，我都是为了父亲和谢父。那这宅子和府上的钱财都是皇上赏赐弥补给谢家的。凌将军，你还真是会异想天开呀！在战场上杀敌立功，都是靠想象得来的吗？二弟，不得对双儿无礼。你在京中尽享太平，是双儿带着将士们在边关保家卫国。边关上千名将，几百万士兵，主要功劳都是他们的吧？大哥，按照你这样所说，荆州很安全？当然，你没有上过战场，你是不知道战场上的凶险。这府宅嫂嫂买的，府中花销嫂嫂支付的，就连我的吃穿用行，都是嫂嫂打理支付。苏婉哪来的钱？她一个女人，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？事实就是如此。母亲，确实是这样的。这些年来都是婉儿打理府上。说起来，你们夫妻2人还有你们的孩子，现在吃穿用行都是嫂嫂的。大哥，凌将军，你们不会一直打算这样用嫂嫂的吧？你们不会一直打算这样用嫂嫂的吧？我们之前又不知道。你们现在知道了。你们2人都是朝廷命官，这样传出去的话，对你们声誉也不好。我和双儿的俸禄都会交出来。我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文静阁，苏婉，谢将军找我还有事吗？婉婉，这件事暂且不提，我们先聊聊木耳的事。木耳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婉婉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婉婉，你也是木耳的母亲，木耳的事也是你的事。谢文静，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专送我一个好大儿啊？你我夫妻一体，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当真是被他恶心到了。谢大将军是因木耳的事有求于我，那凌将军呢？我堂堂当朝第1女将军，何曾对一个后宅女子这样低三下气过？不过为了木耳，我忍了。木耳的事，我都听文静哥的。我们想让木耳进青山书院读书，听说当年就是你求的他收文州为徒，教文州读书的，你有办法？哼，你们想让木耳拜青山院长为师？自然，青山院长是京中最有名的老师，又是青山书院的院长，当朝3届首辅、6届状元皆出自他门下，你一定有办法。那你们2人带木耳去见过青山院长了没有？说起来，二弟，你是青山院长的弟子，你应该更有办法。我没办法，这事儿只有嫂嫂能办。二弟，你不是青山院长的弟子，为何不能？是啊，二弟，你不能，为何婉婉能？二弟，你莫不是不愿帮我们？你和文静哥是亲兄弟，又同朝为官，应该互相扶持才对啊。哎，我和二弟是亲兄弟，他自然不会不帮我，只是二弟为何？二弟，你为何这样看着苏轼？你们也说了，当朝3届首辅、6届状元，全部都出自青山院长门下，他收人自然有他的规矩。是我考虑不周。二弟是当朝首辅，如果二弟推荐木耳到青山院长门下，会被朝廷视为朝中官宦，皆出自青山院长门下。那这件事情就麻烦苏轼了，以后我定让木耳好好孝敬您。这件事我帮不了。苏轼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和文静哥的感情深厚，觉得我抢走了他？
那我以后离他远一些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做妾也行。我们做母亲的，为了孩子什么都愿意。苏婉，这件事跟双儿没有关系，你不要用木耳为难他。这凌将军的大气大义，我今天算是见识了。但这件事跟你们无关，是他木耳不配做青山院长的弟子。苏婉，你为何要借此来侮辱我的木耳？苏婉，你放肆！这件事情，我苏婉帮不了。苏婉，你就是想报复我，你怎么报复我都行。可木耳还只是个孩子，他是无辜的。苏婉，你当真要如此吗？当初谢家被贬为庶民，你还能求青山院长收二弟为徒。现在谢家是首府府，木耳为什么不行？你们也说了，二弟是首府，他当年认真读书，14岁中进士，他是考入进士以后得到青山院长的赏识，才被他收入门下的。你也说了，二弟是14岁中进士，我的木耳才5岁，再等10年，何尝不能中进士？别说进士，我的木耳14岁中状元都行。我看你就是想报复我。苏婉，有什么你冲着我来，你何必为难双儿？谢墨已经5岁，却未启蒙，除了每天打打闹闹的，他还能干什么？我的木耳在边关长大，我和文静哥在边关保家卫国，所以耽误了他的启蒙。可他还未启蒙，你凭什么这样断定他的前程？就凭他这段日子以来，已经打跑了3位教书先生。把他送进学堂，不是打老师，就是打学子。苏婉，你监视我！林将军，你说笑了。你这几日给木耳请的老师都是京城闻名的，你开口就给千金，随随便便就调走了我3000两黄金，我还不能问问去处？婉婉，木耳还小，只要教教他，他定能像二弟一样成大器。青山院长收的都是有读书积累的学子，断不会收木耳这种小儿。我苏婉无能为力。大哥，你就别为难嫂嫂了。你要是把谢墨送到青山学院去，他要是拒收了，传出去，天底下还有哪个先生敢教谢墨？二弟说的也对，双儿，木耳的事再看看，先请个先生，叫他静下心来，教他读书写字。凌霜的事，我会抓紧去查。越快。我比嫂嫂着急。母亲，真如二弟所说，这些年来是苏婉在撑着这个家，为我和父亲翻案的。绝无可能，她一个后宅女子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而且我听说她出身普通，只是一个庶女。母亲，我看她就是设局，不想让我看家罢了。确实是他一直护着谢家老小，教文州读书，让文州中进士，我们谢家才一点一点的好起来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苏婉还是有些能耐的。谢家刚刚落难的时候，我们一无所有，全京的百姓都憎恨我们。要不是苏氏，我和文州都无法活下去啊。这些年你们竟过得这么难。那这么说，府上的钱财都是苏婉的？是。母亲，苏婉有多少钱？这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很多钱。他之前都是送礼，出手极其的阔绰，从来不低于1000文。他的钱都从哪儿来？一开始是做生意，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粮食、布匹、珠宝、酒楼，在京城很多赚钱的生意都是他的。没想到她一个女人竟有如此能耐，确实是我小看了她。文静，你若能够得到婉婉的真心，让她为你谋划，再加上你弟弟的官职，你们夫妻2人在朝中必能步步高升啊！母亲说的是啊。之前母亲说的，让你和婉婉早生一个孩子，这才是你缓和你们夫妻2人关系的关键呐。母亲，我知道，我会修补我和婉婉的关系。没想到苏婉这个贱人这么厉害，都快压到我头上来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她的风头盖过我。母亲，这么说，苏婉和二弟的关系很好。这么说，苏婉和二弟的关系很好。是。当时谢家落难的时候，文州还小，差点被打死，是苏婉救了他。后来文州也救了苏婉的命，不止一次。当初是一家人，彼此遇险，自然要相互帮助。
我也觉得二弟和苏婉的关系很好。今日我去苏婉的书房，看见他们在一起。寻常人家小叔子怎么能进嫂嫂的院子里呢？谢家的种种经历和人际关系，不是寻常人家一样的。文州找婉婉，必定是有要事商量。母亲，听你说，二弟中进士之前都是苏婉教他读的书。是。二弟日夜苦读，苏婉定是日夜陪伴，两人共处一室吧？那时二弟还小，世家13、14岁的男儿都有陪床丫鬟了。双儿，你是个眼界高的，你也觉得眼下文静和婉婉修复夫妻关系，你们大房二位平妻和睦共处好是吧？母亲，我一直是这样想的。双儿就是和一般的女人不同啊，你们夫妻二人必定会在朝堂上身居高位，成为佳话呀。是，母亲。苏婉，你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和谢文州有什么不该有的情愫，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你去找那个苏婉吧，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双儿，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双儿，苏婉毕竟是我当年娶进门的妻子，这些年她对谢家不离不弃，替我孝敬母亲，照顾幼弟，这是我欠她的。双儿，你忘了我们回京的初衷了吗？边关战苦，生死难料，我们回来就是为了不再上战场陷入凶险，也是为了墨儿。如果家宅不宁，对你我仕途无益啊。文静哥，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这么多年我们夫妻的感情，你不相信啊？文静哥，我可不是那种见识短浅的女人。为了你跟墨儿，为了我们的家，为了我们崇高的理想，我都支持。双儿果然是这个世上胸襟最开阔、最有气度的女子。就算我和苏婉有了孩子，我对你的感情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。只有你，才是这个世上唯一能配得上和我相守一生的女子。等苏婉怀上孩子，我再趁机夺走她手上的钱财和生意，真正的掌管着谢府。到时候有的是机会除掉她。文静哥，你记得这些就好。苏轼也挺可怜的，你也要好好待他。我也会让苏轼记得你的好。可是文静哥，我们俩夫妻感情这么多年，我要看着你跟别的女人好欢，我这心里啊很是心疼。我只是和他苏婉有个孩子就行，我们这段感情是不会受影响的。我信文静哥。那我先去忙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被苏婉比下去，我的墨儿更不能被看轻。夫人，将军求见。不见，赶走。他没硬闯，就是在外院求见。他说他错了，对不起夫人，想求得夫人原谅。不见。他说他还带了礼物，听说是用了他全部的积蓄买的，还没有夫人赏赐给奴婢的好。这个谢将军还真是能屈能伸啊。可不就是吗？要不然怎么能在边关做8年的缩头乌龟呢？你还挺聪明。夫人早些休息吧，明日一早还要去看铺子呢。退下吧。婉婉，我错了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说了不见，回去。嫂嫂，连我也不见了。说了不见，回去。嫂嫂，连我也不见了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嫂嫂教给我如何开锁，嫂嫂忘了？谢文正，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不听我的话？嫂嫂，你得吃点蜜饯才能睡得着觉。文正，嫂嫂，不会让他们欺负你了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文正，睡吧，嫂嫂没事，嫂嫂没事的。嫂嫂陪着你。别碰我，别碰我。嫂嫂别怕，坏人都被我杀了，你安心入睡吧。
谢文州，以前的那些事，你还怕不怕？不怕。文州只怕失去嫂嫂。凌霜之事背后牵扯极深，再给我点时间。我们那么多千辛万苦都经历过来了，不要为了这一点事情把我们给搭进去。我知道，嫂嫂喜欢过太平自由的日子，以后就一直这样过。你快回去吧，别被人发现。嫂嫂睡着，文州再回去。文州长大了，嫂嫂也该听文州的了。怎么这么爱管人啊？随嫂嫂。母亲，这么急匆匆的叫我过来有何事？苏婉，你看你把文静哥折磨成什么样子，你看看他的脸都白成什么样子，还发着高烧。谢大将军生病了，跟我有何关系？苏婉，你还真是冷血无情。文静哥作为救国救民的大将军，在你的门前跪了3天3夜，你还想怎么样？用这种方式就能让我任你们拿捏吗？不是说你们根本不屑于内宅之争吗？怎么如此手段，是使得如此得心应手？苏婉，你大胆！凌女将军，怎么要拿你的官威压在我身上？那么请问，我犯了什么罪？你别以为我不敢治你的罪，你这叫不敬夫君之罪。就算我现在打你板子，再到皇上那里也说得过去。凌大将军好大的官威啊！谁敢伤害我嫂嫂，我就算杀了他，皇上也不会多说什么。文州，别胡说八道，这只是你2位嫂嫂的争执。我可不敢称凌大将军为嫂嫂。哼，二弟，你这么护着苏氏，还不惜要诛杀朝廷命官，你该不会是对他别有情意吧？谢文州，你该不会是对他别有情意吧？谢文州，苏婉是谢家的主母，是谢家的主子，谁敢伤害她、欺负她，谁死。8年前如此，现在如此，从今往后也如此。谢文州，你该不会是爱……凌霜，住口！二弟，我已经从母亲口中得知，当年我和父亲在战场上出事，是婉婉以一己之力扶着整个谢家，对二弟更是有救命抚育之恩。长嫂如母，二弟这样对婉婉，那也是应该的。大哥说的对，我定会好好护着她。婉婉嫂嫂，算了，我暂时还需要苏婉和谢文州。是我愧对婉婉，婉婉怪我，那也是应该的。我以后会好好补偿的。我还有事，先去忙了。哎，见着了吗？见着了。我就说，我作为我朝第1女将军，我的墨尔天资不差，青山院长一定会收她为徒，教她读书。双儿，你是说青山院长收她为徒了？真的？那我大孙子以后也是状元之才，首辅之资。青山院长并没有。是的，母亲。墨儿作为我们的长子，谢家的长子，我这个做母亲的怎么能轻易放弃他的前途呢？所以我亲自去找青山院长，让他收墨儿为徒。双儿做得好。所以我亲自去找青山院长，让他收墨儿为徒。双儿做得好。双儿，你辛苦了。这是我应该的。到时候我要给墨儿办一个盛大的拜师宴，让满京的权贵们都来祝贺他。对，到时候母亲帮你。苏氏，之前这件事情的确是我考虑不周才让你帮忙，但往后的事情我自己都能解决。毕竟我是驰骋疆场的大将军，我能做的事儿比你多多了。林夫人，不是这样。青山院长还怎么说的？多久拜他为师？没有。我应该备上大礼去给青山院长送过去。林夫人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青山院长说什么了？青山院长说以后不许您将军和小少爷去找他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话里的意思。青山院长没有收小少爷为徒。这怎么可能？他见过墨儿了吗？见过了，但他并不愿收小少爷为徒。双儿，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。双儿，以后办事稳重一点。青山院长还说什么了？他说把太白丹青还给苏夫人。原来是拿了婉婉嫂嫂的话去开路啊！原来是拿了婉婉嫂嫂的话去开路啊！
才见到青山院长。这话谁取的？是林夫人。凌霜，你既然会拿太白丹青去开青山院长的门，你就应该知道这太白丹青是什么东西，对吗？我自然是知道，这话是我在机缘巧合之下花黄金3万两去取得，我放在谢家家宅里当做定宅之宝，你不问自取，这叫偷。凌霜，这就是你作为女大将军的作风。苏婉，你竟然敢这样对本将军！林将军好大的官威啊！拿了婉婉嫂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都够你下狱1年以上了。回头我就向皇上参你一本。温州，不可，这是家事，不能闹到朝堂上去。嫂嫂，你说该怎么处置？下不为例。凌霜，我告诉你，离我的东西远点，再有下次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林将军，给我嫂嫂道歉。你要本将军向他道歉。婉婉，我替凌霜向你道歉，这件事是他唐突了，我以后一定补偿你。怎么道歉也有替人效劳的。谢将军、林将军，你们还真是有诚意啊。向婉婉道歉。你要我向他道歉？道歉。苏氏，这件事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凌将军盗窃这么贵重的物品，道个歉都这么委屈，果然是你的作风。哼！你看他，轻易放过他们，现在不是气的时候，白被欺负。现在朝廷上那么多眼睛盯着你，现在把这个事情闹大了，损失最大的是你。多谢嫂嫂关心。小小姐，凌霜，先去忙吧，我和文静说说话。是。凌霜，先去忙吧，我和文静说说话。是。那个凌霜行事傲慢，不知分寸，上不得台面。母亲，凌霜常年在战场，更擅长打仗杀敌。那一套在战场上就算了，在京中得改改。你看苏婉，漂亮大方，行事高雅，从来不出错。只有苏婉才能帮你繁荣府宅，在官场上步步高升。可是母亲，婉婉貌似并不喜欢我。喜不喜欢你，都是你的妻子。母亲，我连婉婉的门都进不去，这可怎么办？讨好女人需要点办法。母亲跟你说。好。夫人，这是老夫人送来的红枣汤。她说这段时间您辛苦委屈了。红枣汤？老夫人亲手熬的。想当年谢家落败，我操劳累坏了身体，老夫人也亲手给我熬了红枣汤。是啊，您说她就像亲生母亲一样，这是你们之间的缘分。他人呢？在外面守着。他本想说亲自给您送进来，奴婢说您睡了。告诉老夫人，我最近身体操劳，无心操劳家务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回老夫人。施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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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婉婉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施主呢？石珠啊，我不知道，是母亲叫我来看看你。滚开！别碰我！苏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谢文静，别碰我！滚开！你竟敢拿刀指着我！我是你的丈夫。谢文静，滚开！别逼我跟你反目成仇，对你可没有什么好处。苏婉，我是你的丈夫，我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天经地义的。苏婉，你这是要杀我！你要是敢碰我，我杀了你！苏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们圆房之后，我会好好补偿你，好好待你。滚开！别碰我！你就这么厌恶我？是，谢文静，我厌恶你的样子，这让我恶心。恶心？苏婉，我都这样牵着你了，你还想我怎么样？我的夫君谢文静是个死人，可我是个活人。你在我眼里已经死了。
苏婉，我可以包容你的一切，包容你的过往。过了今晚，就是一对寻常夫妻。放开我！别碰我！放开我！别碰我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这是在救你。谢文静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乖一点，否则受苦的是你自己。文州，救我！苏婉，这个时候了，你竟然叫谢文州，你竟然叫他，你们之间连装都不装了。文州，救我！文州，苏婉，是你逼我的！畜生，你敢碰他？谢文州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出去！畜生，你居然敢碰他！谢文州，我是你哥，那你更该死！苏婉是我的妻子，我和她天经地义。你也配？这是我和苏婉的事，你无权插手。我说过，谁敢伤害她，谁就得死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文州，文州。要不是我在战场上受了伤，我又何至于落此地步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，看好院子，别让人进来。婉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文静哥，怎么受伤了？你们这群狗奴才！守好这里，不许人进来。是苏婉伤了你？没事。他简直是要反了！我这就去军营调兵。不可，这是家事，不能宣扬出去。他苏婉好大的胆子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拆了他那身硬骨头。文静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受伤了？是苏婉，她竟用刀刺伤文静哥。里面什么情况？母亲，是文州把我赶出来的。文州？他今天不是有事不回来吗？我特意挑了他不在的时机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母亲，他回来了。苏婉是他的嫂嫂，他们这么做成何体统？将军后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滚开！文静，我这就去军营调兵，杀了他们！不可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传出去。不说别的，你们两个以后在朝中如何立足？好，我去杀了他们。凌霜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嫂嫂，你好些了吗？我去叫人请府医过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服过药了，没问题。好，我守着你。不行，你回去。都这时候了，嫂嫂，你还在乎这些虚名的影响吗？我怕他们破罐子破摔，针对你。不用怕，一切有我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你这样，我守着你，我才放心。施主，你跟文州说，我有话跟他讲。二爷说了，他已经为夫人服了药，他会一直守着夫人，直到夫人完全好起来。几位还是好好想想怎么给夫人请罪吧。好，你跟文州说，都是我的错，以后我会好好补偿婉婉的。母亲，他的话你都信？文州和婉婉是最守礼的。母亲，这是文静和婉婉的事，你要是帮不上忙，就别来添乱。难道母亲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么欺负文静哥吗？住口！以后不许说这样的话，还不快扶文静去治伤？双儿，扶我回去。文静哥，回去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你一晚上没睡，就守在这儿。
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回头啊，我跟皇上求点补品，给你好好补补。我这什么补品没有啊？也不怕皇上笑话你。皇上那是最好的，只要玩玩好，我不怕被笑话。文州，我想和谢文静和离，这个恶心的虚名，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。都行，和离也好，非议也罢，到时候我看谁敢再议论。皇上的病情很严重吗？嫂嫂，挺聪明的。皇上病情确实加重了，不能再执掌朝政了。到时候我扶持新帝上位，以此让新帝给我们赐婚，这样随便找个由头，到时候满街的人都会恭喜我们的。文州，你的命是最重要的，如果为了我不必冒险，有嫂子这句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对了，老夫人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她对我做了这样的事，我和她的婆媳情分也就断了。等这件事结束了，我准备送她出京去养老。只不过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对我来说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她这样对你，你对她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文州，老夫人对谢文静百般亲近，从小对你就不太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不是她亲生的儿子，你长得跟她、跟谢文静通通都不像。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。夫人，老夫人求见。告诉她我在忙，没有时间。她让我转告您，红枣汤的事是她一个人做的，她错了，您想怎么罚她都可以。就说我在忙。是。夫人，您就这样放过她了吗？这些年您对她那么好，她怎么能这样对你？我自有安排。还有，将军在外面等了一整天，他想要见您。让他进来。婉婉，对不起，母亲这样做也是希望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尽快好起来，你不要怪她。我怪不怪她，你能替我做得了主？你想怎么怪罪我都行。都行。是。谢文静，我想你请指回边关，永远别再回来。苏婉，你要这么对我？你看吧，你自己说的话根本做不到。我不会离开京城的。其他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谢文静，我们解除关系。你与我不过是一个素未谋面的死人，而我与你也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不，你是我的妻子。谢文静，你不会爱上我了吧？那凌霜怎么办呢？苏婉，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以后我们好好做夫妻。你要是和我分开，不管是我休了你，还是我们和离，你和文州都不可能，不是吗？苏婉，我们这样是最好的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做我的夫人，我们生儿育女，共度一生，这是你最好的人生。谢文静，你和凌霜已经相爱多年，并且也有孩子了。我只是一个陌生人，我没有兴趣参与你们。而且你也说了，我年纪也不小了，我对这些情情爱爱早没有了兴趣。那谢文州呢？我和文州共患难了这么多年，远比你和凌霜在沙场上更加凶险曲折。你抛弃我们的这10年，已经给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。苏婉，来日方长，咱们夫妻之间慢慢来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之间没得商量？你好好休息。文静哥，苏婉怎么说？我和他之间慢慢来。那谢文州呢？你真的相信那天晚上他们什么都没做？苏婉可是中了药的。那天晚上的事不可能。谢文静，那谢文州的身上有苏婉的香味，他们之间根本就不清白。他看苏婉的眼神更不清白。住口，凌霜！这样的话以后不要从你的口中说出来。这你都能容忍？你该不会是爱上他了？哎，
苏婉，你别太嚣张了。凌将军是指，哼，我对你那么好，还让文静哥也对你好，你竟然不知廉耻那样对他，还和谢文州。林霜，你一直说你跟谢文静感情深厚，一直让我跟他圆房，让我们修复好关系，你就不怕他爱上我，对你变心吗？哼，我们夫妻二人感情是不会被动摇的。苏婉，你就不怕自己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？不怕，只要我一天是他谢文静的妻子，他就会保护我，不是吗？苏婉，你可真是糊涂啊！你就不怕我把你和谢文州的事情禀报给皇上吗？哦，哼，嫂嫂和小叔子共处一夜，光是这一件事，就足以让谢文州被百官弹劾，在朝堂上就再无一席之地了。在这京中，你和谢文州也再无立足之地。林霜，这对你没有好处。没错，我和文静哥是想家和万事兴，谢家家世繁荣，和小叔子互相扶持，共创繁荣。但我和文静哥能自己建功立业，青云直上，不是非你们不可。林霜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撇清我和谢文静的关系。你们背靠手辅辅，以后自然会有大好前程，除非你有更大的靠山。苏婉，难道你还想做谢文州的夫人，做一个无名无分的情人？真是够不要脸。我让谢文州把我供起来，他也会。但是你猜，他会不会帮你们呢？苏婉，你可真是天真。就凭你的身份地位，你能保证谢文州一辈子对你好？他现在可是当朝首辅，将来要娶的不是公主郡主，就是世家贵女。将来等他娶了妻，自然会将你扫地出门。林霜，我靠的从来都不是对男人的感情，男人的感情是靠不住的。你以为谢文静她就会一直爱你吗？哼，那当然，我可是凌霜，和你们不一样。你要是真这么有自信，就不会来找我说这些。哼，苏婉，你现在求我，将来我还能照顾你一二。我只是不屑与你斗争。假如我和你斗，我让谢文静让你做妾，你猜他会不会？你会后悔让你和我成为敌人。哼。文州回来了，你去找婉婉嫂嫂了？他说你会把她供着一辈子。自然。他还说他一辈子都会纠缠你，哪怕毁掉你的名声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文州，嫂嫂知道是苏婉勾引了你。他这种人为了一己私欲不顾你的名声，他这个不知廉耻的荡妇！你敢骂他？找死！放开我！找死！放开我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骂他？谢文静都死了18年了，我和嫂嫂何错之有？这些年我们一直恪己守礼，从未有过半分逾越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跟他比？你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你要是再敢说一个侮辱他的字，我拔了你舌头！告诉我，别再出现在婉婉面前，脏了他的眼！谢文州，你疯了！你要是这么认为，也可以。你就这么顾及他，不顾你的仕途了吗？管好你自己的事吧，我的事不用你操心。你又何必对林霜动手呢？可他骂你，你还在乎这些啊？这些年来骂我们的人还少吗？这几年可没有几个人敢当着嫂嫂的面骂嫂嫂，他们都夸嫂嫂人美心善。奸臣，多谢嫂嫂夸奖。我害怕凌霜去朝中参你一本，坏了你的好事。我这边会加快速度，不会让他得逞的。我等你那边的消息。文静阁，我们进宫去禀告皇上，谢文州和苏婉有私情，
反正他不肯帮我们，那他这个首辅能不能当，可就不一定了。凌霜，你怎么会有如此愚蠢的想法？他都快掐死我了，他肯定不会帮我们。谢府一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呐！我跟你说过，我跟太子殿下有私交，有太子殿下帮我们，我们一定能和谢文州、苏婉撇清关系。住口！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提。谢文静，你是不是爱上了苏婉？你这是为了保护她。凌霜，你不是说你无心这件后宅之事吗？怎么现在纠缠起这些来了？这可不像你。那苏婉呢？苏婉，我相信文州的话，他们一直恪尽守礼，没有半分逾越。等我修复好和苏婉的关系，有他帮我们，我们在京中定有个大好前程。这才多久？谢文静，你就真的爱上了他？为了他，可以做到这种地步？苏婉，如今皇上病重，正是关键时期，你不要误了大事。苏婉说的没错，男人的感情根本靠不住。现在关键时期，我得想办法完成太子交给我的任务。等太子一登基，他谢文州也得跪在我的脚下。太子让我回首府府，是为了让我拉拢谢文州为他所用。谢文州这个油盐不进的，根本不可能拉拢，都怪苏婉这个贱人。林夫人，崔嬷嬷，你这是宫里送来的云片糕，给苏夫人的。宫里送的？是皇上赏赐给二爷的，二爷不能早点回来，就差宫里人送到府中来，送给苏夫人的。亲自送来的？是啊，宫里人亲自送来的，送到前院，我拿过来给夫人送过去。夫人呐，就好这口。二爷每个月都得给夫人弄2份来。弄2份？是啊，一直这样？从3年前开始就这样了。皇上的赏赐，岂是他和谢文州想要就要的？老奴也不知道，但府里一直这样。二爷把皇上的赏赐送给苏婉，皇上知道吗？皇上知道呀，正是因为知道，才每个月赏2次云片糕给二爷。那这么说，皇上和苏婉也认识？认识呀，皇上很看重夫人的。早年有皇子想求娶夫人，皇上都同意了，可夫人没答应。这都是陈年旧事，大家都没有再提了。总之，皇上很赏识夫人的。皇上怎么可能赏识苏婉？老奴也不知道，但就是这样的。正是因为如此，皇上给二爷的赏赐也就特别多。但二爷每次得了赏赐，都送给了夫人，夫人那是堆都堆不下呢。难怪苏婉敢这么嚣张。林夫人，老奴把云片糕给苏夫人送过去了。等等林夫人，您还有事吗？二爷有说他为何不回来？听说皇上留他在宫中商议要事。崔嬷嬷，你打开这食盒，让我看看。不行。我是想看看这宫中的云片糕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好做给我的墨儿吃。我的墨儿从小在关外长大，吃的都是粗粮，没见过这种糕点。好吧。林夫人别碰。苏夫人不喜欢别人碰过的食物，她又尝不出来。不，她尝得出，以往下人手碰过的东西她都不吃。怎么可能？她一介庶女出身，怎么可能尝得出来？过得这么讲究，谁惯的她？有二爷在，夫人无论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想做什么，二爷都能帮她实现。我们在边关出入生死，风餐露宿，她苏婉经过得如此好，那老奴先送过去了。苏婉，你可就别怪我。你要是知道你死在了谢文州亲手送的糕点中，一定也会很痛苦吧？哼，坏女人，敢欺负我娘，看我不教训你！咦，这是什么？有好吃的。前几日我向苏轼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今天特地来找他道歉求和的。你们等着，我去禀告夫人。墨儿，你没事吧？你醒醒啊！墨儿，怎么回事？是苏婉杀了我的墨儿！墨儿，我的大孙子！墨儿，苏婉，
是你杀了我的儿子，我要你给他偿命！找死！是苏婉她杀了我的孩子！你说是就是。怎么回事？林夫人和将军进来，说要向您道歉。奴婢进来禀告，我就看见小少爷死在这里。请府医了没有？我现在去请。这个云片膏是崔嬷嬷送来的，您不在，我就让她放在了书房。奴婢已经派人去打听过了，她来的路上遇到了林霜。搜她的房。是。这云片膏有毒，小少爷吃了云片膏中毒了。大夫，快救救我儿子！快救救我儿子！夫人，发现的太晚了。我的墨儿，怎么会有毒？谁下的毒？墨儿啊，我的孙子啊，墨儿啊！苏婉，你杀了我儿子，我让你偿命！我和婉儿刚回来，膏也是皇上赏赐的，宫里人送来再送到这房间的。你再敢冤枉他一下，就是苏婉，是他毒害了我们的孩子。苏婉，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手？苏婉，孩子是无辜的呀，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？云片膏是宫里送来的，婉婉刚跟我从宫里回来，她是清白的。你们要是再敢污蔑她，我去把刑部的人叫来，以污蔑之罪告你，或者咱们去找皇上对质啊！夫人，查到了，交给府医。是。是同一种毒。林霜，你是我朝当今唯一一个，也是第一个女将军。我承认，我的确高看过你一眼，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就是你苏婉，是你毒杀了我的儿子，是你毒害了你的儿子，你到现在还在污蔑别人吗？就是你苏婉，是你毒杀了我的儿子，再栽赃给我。这是从你房间搜出的毒药。就是你苏婉，是你毒杀了我的儿子，再栽赃给我。这是从你房间搜出的毒药。崔嬷嬷，你说老奴在送云片膏来的时候，在院中遇到了林夫人，她说要看一下糕点，老奴就打开了食盒，她伸手摸了一下。我是摸过云片膏，我怎么会让我的墨儿来吃云片膏呢？老奴送云片膏出去的时候，遇到了小少爷在院里说，他说要教训一下苏夫人，给凌霜夫人报仇。老奴劝了几句就走了。就是你苏婉，你的院中看管那么严格，我的墨儿怎么可能进得去你的书房？谢墨已经来我们院中好几次了，守门的下人不让他进来，他自己就爬墙挖墙洞。我们院中才堵上了几个墙洞，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。谢文静，你瞎了吧？谢墨身上还带着泥土，他分明就是钻墙洞进来的。要不是你天天跟谢墨说我害你欺负你，谢墨他不会想着来找我算账。林霜，你就这么没有担当，怎么成为第一女将军？就是你苏婉害了我的孩子。搜他的身。你干什么？是同一种毒。谢文静，这就是你大义大气、不屑于内宅之争的好女人。毒妇，你不配做墨儿的母亲。你这个毒妇，你还我孙子！你还我孙子啊！母亲，谢文静，要不要我派个人去把刑部的人找过来？不必，这是我自己的家事，我自己处理。你最好管好你的人。以后凌霜要是再敢污蔑嫂嫂，我杀了他。苏婉，谢文静说他要休我，他说要休了我。凌霜，要换成是别人，你早就死了。他竟然还想休了我，和你好好过日子，还想让你生一个儿子，取代我们的墨儿。别在我这发疯，滚出去！苏婉，还没完呢！我这就进宫去禀告皇上，你和谢文州有私情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们那见不得光的关系。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，为我死去的墨儿付出代价，叫你们都踩在脚底下。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凌霜，你怎么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啊？你到现在都觉得你儿子的死是别人的原因吗？就是因为你，否则我也不会给你下毒，我的墨儿也不会死。
你还自称是当朝第一女将军，女人的表率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别给我们女人丢人。我这就进宫，向皇上禀报你和谢文州的私情。我这就进宫。凌霜，你说什么？我要去禀告皇上，你和你嫂嫂有私情。我看你这个首辅还怎么做！还敢败坏我们嫂嫂的名声！文州，不要为了这种人脏了你自己的手。来人，把凌霜押回自己的房间，告诉谢文静，让他看好他的人。是，夫人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要去禀告皇上！我要禀告他们有私情！你安心的去吧，有我在这里，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过了今晚，我就把谢文静和凌霜赶出府去，让他们再也打扰不到你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看好凌霜，打扰到你了。你这样有意思吗，谢文静？木耳他死了，他受了刺激，所以才会这样。你真的了解凌霜吗？我是识人不清，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，害死了我们的木耳。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婉婉，我是真的想好好补偿你。这件事明天再说。婉婉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还是想要告诉你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我爱上了你，我以后会做一个好丈夫，用一辈子时间来补偿你。你先出去。好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明天再聊。我真的没有害死墨儿，他是我亲生的，我身上掉下去的一块肉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呢？我最爱的就是他。凌霜，我看错你了，你善妒又鼠目寸光，还愚蠢。我真的是为了墨儿，为了文静，为了我们这个家。好，你既然是为了文静，你先离开谢府，去寺庙里待上半年，为木儿诵经祈福。你这是要把我赶出去？就说你愚蠢，你现在待在府里，只会让文静和大家对你更加的憎恶。你先离开谢府一段时间，等文静和婉婉感情好了，等文静成了一家之主，再把你接回来。你要让文静当一家之主？自然，他是谢家的长子，生来就是谢家的家主。他和苏婉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吗？有谢文州在，他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。母亲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凌霜，你不知道苏婉对文静的价值。母亲还真是为了文静好。自然，我这里还有一条通天之路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背后的人是太子，我就是依托太子殿下才当上了当朝第一女将军，在这京中立足。当真？自然。我这次回谢府就是带着太子的任务回来。什么任务？如今皇上病重，正是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机。太子让我来守府府，原本是拉拢谢文州来支持太子。太子已经是太子了，皇上病重，自然是他登基为帝。母亲有所不知，朝中还有几位皇子，尘埃未落定之前，一切都不好说。怎么会？朝中三大势力鼎立，其他两派都是太子的势力，只有谢文州这位首辅是新势力，而且他还深得皇上喜爱。太子拉拢过他几次，可他都没有臣服。竟是这样？没错，我针对苏婉，也是为了早点当家，拉拢谢文州，支持太子。但我没想到，他和苏婉居然有私情，还闹到了这个地步。这件事情，文静知道吗？我还没告诉过他，但现在看来，我和他是斗不过谢文州和苏婉的。这个家是苏婉和谢文州的，没有我和文静哥的立足之地。你不是还有太子吗？
在太子没有登基之前，一切都不好说。前提是太子能顺利登基，所以我才想着要去禀告皇上，苏婉和谢文周有私情，毁了他们，我和谢文静将来必能得太子重视。未必，光凭这一点，你们扳不倒谢文周。你们回京时间短，不知道他的手段。母亲，我这还有一个方法，可以让文静哥一步登天。什么办法？只要你把这个放入谢文周的房中，再放我的人出府报信，到时候文静哥就是太子的功臣心腹，他在朝中的地位就会比谢文周的首辅更高。母亲，这么晚了不睡觉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墨儿死后，我夜不能寐，我去找文周说说话。母亲，文周今日上早朝，还没回来呢。那我去他房里坐坐。拦住他，给我搜！狗奴才，放开我！苏婉，你反了！夫人，怎么了？你的好母亲要拿着这些东西去你房里坐坐。母亲，这是凌霜给我的。石珠，去把凌霜和谢文静给我请过来。是。大哥，这是凌霜交给母亲，让母亲放在我房中的。大哥，这是凌霜交给母亲，让母亲放在我房中的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好奇，为什么凌霜会有敌国将领的信件？大哥，你知道吗？这上面还有敌国将领的封印，都是真的，做不得假。他通敌叛国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这些东西，这些都是从二弟的房间里搜出来的。凌将军，省点力气吧，这些事你自己去跟皇上说清楚。母亲，你为什么要陷害谢文周？你为什么要堵上谢家满门？你要置文周于死地啊？难道他就不是你亲生孩子了吗？母亲，我也想问，我已经当上了首辅，给谢家带来了无上的荣耀，还不够吗？我不相信，一个亲生母亲能贴心到如此境地。你要给文周一个解释。夫人，派到谢家祖籍打探的人回来了。这位是谢家祖籍的方姑姑，听说我们的人要打听二爷的身世，就跟着来了。谢老夫人竟然这样对二爷，你答应过谢老将军会将他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。方姑姑，老夫人污蔑文周通敌叛国，要置他于死地。苏夫人，二爷，老夫人这样做是因为你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样挺好。母亲，我和二弟不是亲兄弟。老夫人，就算文周不是你亲生的，是谢家的庶子，可是他对谢家功不可没，一直以来把你当亲生母亲，你不该这么对他。他是庶子，就该去死，成全我的儿子。凭什么？谢玄答应过我，他这辈子只爱我这一个人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文静才5岁的时候，就从外面带了一个外世子回来，他背叛了我，他就是背叛我的证据。谢文周，我只恨我自己没有在你小的时候掐死你。老夫人，你答应过谢将军要好好待文周，视他如己出，你怎么能食言？他都背叛我了，那我为什么要遵守诺言？不能欺骗他，应付他？错了，谢老将军并没有背叛你，文周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你说什么？老将军没有背叛你，文周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只是因为文周身份特殊，迫不得已，为了保护他才这样和你说的。我不信，这不可能，我不信。本来我是不打算说出来的，文周也长大了，没想到你心结这么深。那他是谁的野种？他并非野种，而是身份贵重的皇嗣，身上流着皇上的血。什么？你说谢文周是皇上的儿子？没错，他的母妃是宫中的一个嫔妃丽嫔，我便是他身边侍奉的姑姑。我家主子是一位宫女，地位低下，没有母族依靠，
她怀孕之后被宫中贵妃所害，逃到宫外才捡回一条性命。她怎么就成了谢玄的儿子？我们主仆逃出宫后，就遇到谢老将军。谢老将军忠君爱国，知道主子的遭遇后就保护主子，而我家主子生下小主子后就难产去世了。方姑姑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主子不想小殿下回到宫中被人迫害，就让谢老将军将他养在宫外，让他做个普通人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？这么骗我？老夫人，我们也不想伤害你，可小主子这样的身世不这样隐瞒，只怕你早把他交出去了，他还怎么活命？你说谢文周是皇上的儿子，他就是皇子了吗？我身上有信物，二爷随我进宫，一起面见皇上，便能确定身份。这么说，他还真的是皇子。真的是我错怪老将军了。他说过他没有背叛我，他说回来了会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会是这件事情吗？母亲，他竟然是皇帝的儿子。你可以心无芥蒂的嫁给我了。二爷，老奴随您进宫去见皇上。不急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谢文周，就算你是皇子，太子也不会放过你。凌霜，原来你背后的靠山是太子。谢文静，这件事情你知道吗？凌霜是女将军，得太子赏识很正常。我这就去见太子。不用去了，太子不在宫中。你要是赶得及的话，说不定能在地府相见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皇上病重，说不定太子现在已经是皇上。本来应该是这样的，但是8年前，他为了夺取朝中势力，陷害忠臣，谋害忠良。凌霜，你不是很清楚吗？不会的。他怕事情暴露，见皇上病重，想先下手，被皇上发现，赐了一杯毒酒。不，这绝不可能，他可是太子。现在登基的是皇上最宠爱的皇子，七皇子。这绝不可能，太子怎么可能会输给这么年少的皇子呢？太子怎么可能会输给他？谢文周，你怎么敢参与谋权篡位，做一个乱臣贼子？好一个乱臣贼子！不，这不可能。此事已经查得清清楚楚，没有一个字冤枉了凌将军。不可能，凌霜不会做这些的。哥，你不好好想一想，以凌霜她的心性和能力，能在战场上立功，成为我朝第一个女将军。当年你和父亲接到传讯，提前进攻敌军，这件事你没查过吗？太子派凌霜他们给你和父亲传假讯，让你们提前进攻，导致援军没跟上，粮草没跟上，最后战败，他便趁机夺取了兵部和户部的政权。你呢，成了替罪羊。你是说，是凌霜假传消息给老将军和文静，害他们的？没错，凌霜是太子的爪牙。竟然是这样，竟然是这样！贱人，你害死了我的丈夫，害死了我的儿子！那又如何？我何错之有？这世界上本来就是成王败寇，弱肉强食。凌霜，你母亲是杨家培养出来贿赂权贵的工具，可是她用心培养你，让你摆脱了这样的命。你别跟我提她，她这种软弱卑贱之人不值得一提。所以你一直看不起女人，轻贱女人。女人本就弱，本贱。凌霜，你比你母亲可差多了。她出身低贱，可是她努力的摆脱了那样的命运。而你呢？你说什么？5年前，我和文周替谢家翻案，是你母亲杨氏在背后帮忙，又站出来作证，她是铁骨铮铮的女英雄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凌霜，你让你母亲蒙羞了。凌霜假传军令，让数十万将士战死战场，新帝要亲自审查。不，文静哥，你救救我！你救救我！凌霜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好女人，我真蠢呐！谢文静，皇上也念你深受其害，如果你重回边关，一辈子镇守在边关，将功补过，皇上不会追究你。我儿只是被这个贱人蒙蔽了，怎么能让他一辈子待在边关？皇上会封他为3品将军，如果他再立大功，皇上会继续加封，这也是谢家满门的荣耀。母亲，我愿意去边关，我想去。把老夫人送回谢家祖宅，好好侍奉。谢文昭，你
这样对我？母亲，你应该感谢婉婉心善，一直敬你如母。要是换做别人那样对她的话，你早就死了。好了，你是不是该带方姑姑去看看皇上了？啊，不对，是太上皇了。晚些再去。一直觉得皇上对你很好，原来你们是亲父子，冥冥之中的缘分。是啊，我跟皇上相处久了之后，也觉得特别亲切。他必然也特别满意你这个儿子的。那当然了，我这么优秀，他还得靠我扶持新帝。给你个礼物，嫂嫂。这是什么？赐婚圣旨。这么快就拿到了？七皇子一立起皇位，马上就给咱俩赐婚了。那首府大人还叫我嫂嫂？叫太久了，有点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皇上病重，今晚我要和方姑姑先进宫一趟。今晚回来，可以坐在婉婉房中吗？到时候再看吧。亲一下，给吗？